哎，现在这有实体键以后，双手一摁就停止了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11号星期三，为什么星期三没有合练呢？因为这两天这雨太大了，我们的合练推迟到了明天。这现在短暂的停了一会儿，说一会儿还要下。哎，雨从昨天，从前天夜里一直到现在就没停。这昨天夜里1点多，楼外边警笛大作，给我吵醒了。我一看我们家楼下停满了消防车，可能是边上的楼有火情。这雨停这会儿好难受啊，跟蒸笼一样，就像在新加坡时候那东海岸公园似的，有一种被潮湿的空气压迫的感觉。今天轻松跑，上个周期和上个周期强度都太大了。今天轻松跑，明天的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。你们看，停一下看一下，看，这是6月初拿到的 Apple Watch Ultra 第2代，用的是它的原生的跑步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，我只把它的心率放上来了，因为像配速啊什么的这些 Apple Watch Ultra 是非常准的。我就要看看这个心率2代的 Ultra 怎么样。现在我的就是平常那个心率那块的数据是来自这个 HRM600 胸带的这种就靠心电的心率带，应该是目前的可以说是金标准吧。虽然现在 B 带也都很准了。现在佳明这边是140，这边是139。我换个视角，咱们聊举不动了。今天就突发奇想，和大家在每天的节目里先聊聊这每一块手表。今天咱们就聊聊 Apple Watch Ultra 第2代。你看现在心率下来一些，137，心率带这边也是137。这个我挺意外的，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，就是1代的 Ultra 我的心率是不行的。但是其实特早之前用那个 S8， 那时候也用过手表的心率，好像没有当年1代 Ultra 那么不行。可能那段时间正好是最瘦的时候。我现在57公斤，你们看我这个表带戴在这儿，这是那个登山表带，戴在第2个格上。那手腕太细了。今天咱们就一个话题，就是 Apple Watch 加自己原生的 APP 可不可以训练？先预告一下，就是本周的会员节目会在室内说高驰、苹果、佳明这3块表，好多的可能就运动手表之外的小细节，包括生活上的呀、各区账号上的呀，还有你看我是个做技术的人，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。就先说结论，我觉得Apple Watch Ultra 至少是现在这个2代的 Apple Watch Ultra 作为日常的跑步训练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其实它增加了一个实体按键，从1代的 Ultra 开始，你的G圈就是变成实体按键的了，不是。另外它也能配置间歇等等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就是还有一个结论，就这3家的手表，其实我说的最少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，但是这一点不包括万氏心率啊，就说的是 GPS 的准确性，不包括万氏心率，不包括本身的计时准不准，这些都排除在外，准确性上都没有问题。那剩下的就是生态和好不好用。其实单纯从生态来说，苹果现在不差。苹果有那个苹果自己的健康，然后很多软件是可以从健康里同步的。比方说，你看 Apple Watch 把每天的训练和步数同步到苹果的健康里，然后呢，像微信运动这些
可以从微信健康、从苹果健康里拿数据，很多其他的 APP 都可以。这一点就体现出苹果在生态上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，就是大家会去满足它的生态要求，这是它的一个优势。给大家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用苹果的手表来跑步的话，就把那个精确开始打开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就是有搜星的过程，搜着星你再开始，就跟佳明和高驰一样。而默认的是直接开始，那你就意味着有可能一开始的距离是有问题的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苹果给我的感觉是，它不是完全针对于体育训练的，就田径训练的爱好者的，它是一个要兼顾很多东西的手表，所以会有一些妥协的设计，但是这些妥协的设计无伤大雅，就是想专业着用也能专业着用。你甚至可以用第三方的跑步的 APP， 这些都可以。我在这周末的会员节目里还有畅想，但是在这儿不说了。这畅想挺有意思的。看看心率啊，这么说话，这边146，心率带这边也是146，但是不是一直都这么准的。差得多的时候，可能两边差了4、5下，不一定哪边高。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拍照片特别好看的地儿。你们看这个石头门，那天我们这个方向这么跑过去，因为这儿正好是一个弯儿。你看到这儿如果快的话，就这么跑过去，其实背影很好看的。怎么拍背影呢？你们看这石头门，其实背面不是石头门，是阶梯，人可以上去的。就上到这个上面，那天后藤先生上到这上面给我们拍的照，就有一期的封面的照片，我们一帮人的背影，特别好看。因为大阪城是不让飞无人机的，就明确禁止的。另外 Apple Watch 在跑步的时候，以前它是有一些优势的，有一些更明显的优势，比方说音乐呀，比方说支付啊。后来慢慢的，高驰和佳明也就都有起来了，所以这些已经不是它独占的优势了。甚至有的地方可能，我觉得，尤其是音乐的软件的生态上 ，Apple Watch 这块第三方的厂商，我觉得我期待他们能再加强一些，因为很多厂商其实是不太重视手表这一端的应用的。就苹果这一套，被人最重视的是手机端，就被第三方的 APP 厂商。第二名呢，可能是 iPad 端，然后第3名和第4名说不好谁并列，就是手表和电脑。但是电脑其实不一样，电脑跟手机、手表、iPad 的软件交叉度不高，还好。手表是最不被重视的，这一点也情有可原，因为它也是从设备的持有量，还有你怎么用。就是你手表那么多 APP， 其实大部分人也就是看个时间，看个推送，看完推送以后还拿手机处理，也不拿手表处理，对吧？这就是产品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想法的差异。对，真用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用。我其实在那部节目里最后说了购买建议，但是我决定在这儿再说一下。我觉得如果您是苹果全家桶的用户，然后就想带一块表的话，不考虑经济成本，我觉得 Apple Watch Ultra 2代用来做跑步训练，就目前看这个心率让我很满意，到现在没有出问题。也可能中间有过问题我没看见啊，你们都能看见屏幕上的数。而且我这块还没有开蜂窝数据，距离上也很准。不过平心而论，现在双频 GPS 无论是高驰还是佳明都已经很棒了，就是 GPS 定位上。然后苹果这个加了蜂窝数据的加持以后，就是它的优势不明显，而且主要你不差那一点儿。
这就是我的观点，所以挺舒适的，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重量。重量的事儿是那篇节目开篇说的，大家可以去留意。我只跟大家说，可以不用担心，无论是Apple Watch Ultra 还是这个 Forerunner 970，虽然纸面的重量都不轻，但是不用太在意，没有影响。也许可能只有电量，如果您是超马运动员，然后超长距离的越野运动员，可能目前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。因为甚至你看有的跑168什么的这种越野的，好多人都不愿意用 AMOLED 的屏幕的手表，这个理解的。其他生活项的这些，大家就有条件的看那部节目，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，就是在生活上 Apple Watch 肯定是，如果你是 iPhone 的用户，那就是独一档的，不管在哪儿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。今天咱们跑完看看苹果的纯手腕的动态数据怎么样，好吗？那今天简单跟大家聊一期，过两天咱们再说970这块也会有室内的节目，会有平常的找一期我拍室内的。970这块在密集的测试中，你最近天天戴这个胸带。对，顺便说一句，就这种胸带或者高驰的臂带，蓝牙协议都是一个设备可以连多个接收端的。就是这个 HRM600是3个蓝牙设备和无线个 ANT 加设备，但是苹果手表、高驰手表现在都没有 ANT 加协议了。不过你看我这一个心率带其实是可以把心率同时输出给Apple Watch 和970，如果再带一个 Pace Pro， 这3个表同时跑也是 OK 的，这3个表都用蓝牙连接就好。高驰那个心率臂带也能连好几个设备，就是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心率带输出给两边去记录。Apple Watch Ultra 这边它的心率是这个逻辑，它没有，就还是我刚才说，它是没有那么的不能说复杂，带引号的复杂吧，就是它面向的人群不一样。很多小伙伴问能不能连心率带，能的，就是而且不分 APP， 它是系统层面的。就你这上不管是它自己的运动，还是第三方的运动软件，它都是读苹果给的心率接口。那这心率接口的数据从哪儿来呢？苹果的逻辑是，只要你连接了心率带，外置心率设备，这外置心率设备就接管了整个设备的心率。就这个时候，包括你从手机的苹果健康看到的，你坐在那儿待着的时候的心率，也都是来自外置设备了，就是它把系统接管了。这时候你用任何运动 APP， 不管是 Keep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它都是读你心率带的心率。这个好多小伙伴可能会，看这鸟，好多小伙伴会有疑问，因为它确实在系统层面也说的不是很清楚。现在这有实体键以后，双手一摁就停止了。6月11号星期三清晨7点25了，晨跑结束，今天就轻松跑15公里。我们周三的训练推到明天了，天气实在太差了，就这一小会儿雨比较小，现在是在下着的，但是很小。好处是没湿，但是坏处是这大暴雨，然后雨小了一会儿又要大暴雨，这个天就感觉在蒸笼里一样，特别的闷热。15公里平均配速4分56，看看这边的统计数据，其实这边是14公里，这边是15公里，为什么呢？是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好要说这个，脑子还在思考中，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然后后来想，那怎么办？到整公里的时候，第1公里再起，所以两边的整体的平均数可能会有一些，肯定会有一些差异。就算都同时起表，肯定也会有一些差异。我都贴屏幕上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佳明这边今天的步速损失百分比是 2.5%， 差不多就这个有氧轻松跑的话 2.5%， 快跑的时候是目前最好成绩是 2.11%。明天看看那个6公里能到多少吧，步幅1.03米，可以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2，虽然不是新品吧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从第一代
Apple Watch 首发就是用户，中间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开始从 S8，然后 Ultra 1，然后到这个。你们看这个，这是谁家丢弃的粗大垃圾？呵呵呵。你看这时候他张嘴跟我说话了怎么办？带不带回家？而且昨天下午突然手表一震，告诉我不是连续，是第1000次合上了3个环。因为如果你不戴苹果手表的话，那3个环是只能合热量的那个，就是你靠佳明也好，高驰也好去运动的话，只能合热量的，所以就一直没有。但是3个环也快3年了，还可以。因为我带它训练的时候，肯定每天都能弄满那3个环。我当时给设置的那个热量环是900千卡一天。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，Apple Watch 目前就这个类型的智能手表还是要优于运动手表的。这个目前我是这么想，所以现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带它。昨天的 WWDC 的第一天的 Keynote， 这次的 WatchOS 26，没有我想象的大幅的变化，对，所以我还没更新，因为那个运动伙伴的那个功能要配合 Fitness 加来订阅来实现，但是那个在日本区也没有，在中国区也还没有。那个从上线以后那几个区域就没有再扩张，不知道苹果下一步会怎么做。但是伴随这个功能，如果是那 Fitness 加的功能的话，它提供更其他的语言的时候，应该会扩大一些区域。因为我还是 Apple TV 的用户，所以它就能连起来。准备多个 ID 这个事儿太麻烦了，所以还没有更新 WatchOS 26，但是密切关注一下吧。这个毛玻璃的效果不知道在手表上怎么样，回头再找一找其他的第三方的 APP 再测一测，再看看它能支持哪些配件。其实我本来期待的是，你看去年的苹果的手表的系统增加了对骑行的功率计的支持，我本来期待着也许今年对跑步来说增加一些这种支持，但是目前看起来用它来跑步的话，只能是心率带、胸带或者臂带蓝牙协议的，其他的配件应该还都不行。对跑步来说，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